公元前424年，南北朝对峙，北方游牧众分为云四千。北魏王朝沿阴山设立6镇，举国戍边。为应对柔然侵扰，大规模征召士兵。征兵命令直接下达到户，规定维护需出兵，不可逃避。柔然狗又掠了北边2个村子，官府急征，按16至50丁男，10日内至营中报到，不得延误。阿娘，你看，征兵年纪是16到50，阿爷的腿早年受了伤，而且他已经53了，不用遭这么一劫。菩萨保佑，我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这就够了。滚开！给小爷滚开！我当是谁？这不是花狐那个瘸子家的丫头片子。郎公子，即使人多，纵马伤人，恐非君子所为，有违了镇上的规矩。哼，规矩，在这地界，我郎家的话就是规矩。按几匹破布，伤了几个贱民，算个屁！花木兰，你对花狐简直不识抬举。上次就因为我纵马，竟然跑到衙门面前告了我一状，这账我可一直记着呢。郎公子，这件事是误会。家父并不知当天是您，只是为受伤的百姓伸冤，绝非有意冒犯。嘴皮子倒利索，可惜本公子今天心情很不好，回去告诉花狐那老瘸子，旧账不是躲起来就能了了的。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柔然细作多得很，保不齐哪天官府就在谁家搜出点你的证据，或者老弱病残的，夜里出门摔进井里，也是常有的事儿。给我听好了，要么让你爹3天内滚到我郎府磕头赔罪，要么你们花家家破人亡。二爹，我们回来了，方才在集市上。回来就好，关门，快关门！阿爷，这是怎么了？这是征兵文书。你已年过50，腿伤也是众人皆知，按律完全可以免疫，怎么会这样？什么按律？狗屁！他们早就算计好了。阿爷，你这腿伤，日里阴雨天就疼得钻心，走远路都吃力，怎么能上战场？架不住有人想要我在战场上死得合情合理，谁也说不出不是。花狐在家否？奉县遵记者冲府令，特来催征，速速开门应卯。花狐呢？叫他出来！征兵文书已下，即刻随我等前往军营报到。差官大人，家父50有3，且右腿有旧伤，行动不便，按律不应在征发之列。恐是文书有误，还请大人明察。错不了，官府白纸黑字写的分明。花狐年49，身强体健。至于腿伤，哼，上了战场就是瘸了腿也得往前冲。差官大人，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兰，不可！1天，给我们1天时间。好，就1天。明天若再抽烟，曹兵论处，抄家拿人。阿爷，郎家为何突然针对我们至此？就因为您当初告了他一状。2个月前，我撞见郎武父子将新铸的官造刀剑偷偷换成他们自家作坊的劣等铁器，那批劣器上了战场是要出人命的。我暗中写了状纸，递到郡守府。所以集市上狼人纵马，不仅是嚣张跋扈，更是试探，是警告。没错，他这是要借刀杀人，永绝后患。贪污军械，草菅人命，还敢如此报复！阿爷，我们这就去告他。木兰，没用的。郎武掌管本地仓储、文书，上下打点，根深蒂固，我们斗不过他。难道就这么算了？只要事情还有一线转机，我就不可能放弃。老爷早就猜到你会来，跟我进去吧。我家丫头胆子不小，找我何事？家父征兵一事乃是误会，皆因先前一些不愉快所致。家父年迈伤重，恳请高抬贵手，修正明路。我花家愿尽所能弥补过失。过失？说得轻巧。丫头，
你是个聪明人，也有几分胆色，征兵明路倒也不是不能改。不过我有2个条件，请讲。第一，你爹必须承认他之前是年老糊涂，诬告良善。你们花家需在乡老面前公开向我郎家赔罪。第二嘛，本少近来心情不佳，缺个知冷知热、手脚麻利的人伺候。公开赔罪，颠倒黑白，视为不义；为奴为婢，任人折辱，视为不耻。花家虽贫，岂不会乱这种条件，绝无可能。不识抬举，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花狐的名字注定要刻在阵亡名单上。送客。爹，跟他废什么话？清醒不知吃罚酒，来了我郎家的门，还想这么轻易走出去？花木兰，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不下。松手！你敢！光天化日，朝廷命官府邸，强逼民女，欲行不轨，该当何罪？不想令郎经过锻炼，就叫他们退下。好手段，放开我儿，我让你走。让我安然走出大门。若家人此后有任何意外，或征兵明路之事再生枝节，纵然粉身碎骨，也必拖着郎家一同下水。我看你敢！我烂命也挺，换你郎家富贵前程，你看值不值？这丫头，不得！花狐必须死在前线。对于她一个失了倚仗的孤女，看她能硬气到几时！阿爷抱。怎么样，我厉害吧？这丫头比小子还皮。花狐，你这闺女生错了性别吧？这身手了得啊！她就喜欢这些，我也没办法。前2天还非要缠着我买兵书，说是要学孙武兵法，可惜是个女儿身，要身为男儿，说不准还能建功立业，光耀门楣。这花木兰啊，比起女子更像男子。不，我本来就是女子，这是毋庸置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矣。剪断长发，扮作男儿，欺瞒官府，更是大逆不道。阿爷此去必死无疑，家将不佳，孝有大孝，保全父亲性命，守护这个家才是大孝。我要替父从军。秋蝉在哀唱，告诫人们战场上生死无常。秋日的阳光没有映出喜悦，却映出了忧伤。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人们心中惆怅，想到明天的分离，心里充满哀伤。为何匆匆忙忙？为何人生总有无奈与悲凉？明天的生活无法想象，从前一样。阿爷、阿娘，这缺我去。木兰，你说什么？木兰，你昏头了！这是打仗，是男人的事儿。阿爷，你的腿上了战场能跑吗？人家把你名字写上去，就是要你死在那里。这不是报仇，是送死。不行，娘不许你去。阿爷，守卫边关，纵马杀敌，从来不只是男人的事。现在国需兵，家需存，我需正己道，这就是我的路。那是送死，是欺君，
是灭门的大罪！你给我清醒点！临走前，狼家这些人必须想办法处理掉，不然我怎么能安心？民女花木兰代父名曰，状告狼武，其子狼人暗没军资，篡改文书，构陷忠良，求青天老爷升堂明断。老爷、少爷，花木兰敲响了渊冥谷，状告你们贪墨军资，篡改文书。好个不知死活的丫头！公堂之上，请他撒野就好，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规矩。你状告朝廷命官，可有真凭实据？若无实证，便是诬告，要反坐其罪。狼武隐私冲访，贪墨军械，为掩盖罪行，狼武滥用职权，篡改我父花狐的征兵文书，请大人调取护房原始记档，立状查验。那是官府正常征调，与我爹何干？3日前，你纵马行凶，意图伤我家人，并威胁。当日集市百姓众多，皆可为我作证。大人，休听他胡言，商货为伪造，人证或受其收买。痛杀我也！放手！这是那天你在集市纵马受的伤。大人，此伤是真是假？民女若想伪造，难道能逼他配合惨教不成？一百胡言！民女今日击鼓，以报必死之心。若不得公道，民女便闯御状。到那时，是民女这蝼蚁之命先丧，还是某些人的乌纱显露？肃静，肃静！成何体统？花木兰，公堂之上，岂容你擅自出手？快快松手！此事颇为复杂，不可偏听一面之词。当人纵马示警，罚银30两。至于其他指控，今日暂且如此，退堂。虽早知府拿会偏帮狼武，却没想到如此明目张胆。好在我这一闹，狼家应有些时日，不敢找爹娘麻烦了。爹，就这么算了？口气我咽不下。花狐名字在兵册上，等那老瘸子上战场，先让他得意几天，然后有他哭的时候。都别乱，按顺序登记。既然决定离家从军，那便要好好杀敌，为我花家女子争出条前路来。军虎花氏子弟前来报道。竟是花氏后人。天色渐晚，不必等候了，你直接去前面体检。阿姨说过，边军体检急眼，却脱衣验身，观体查验血，女儿身绝无可能蒙混过关。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巴豆粉少量可致谢，大量可让人顾不得其他。你这身子骨能拿得动刀吗？我能识字算账。滚一边去！当兵打仗不是过家家，没二两肉的，别耽误老子时间。都是同袍，何必动手？哼！又来一个心理难受，让开！该起效了。反了，都反了！搞什么呀？都站好！乱动的，军法处置。医官呢？医官上哪儿去了？医官身体有恙，去了茅厕。这，都给我记下名字，按手印入册。若有隐瞒，军法处置。本将听闻，新兵营刚入营便争斗，看来诸位把军营当嬉戏之地。既然诸位精力旺盛，本将便给你们建功立业的机会。西北30里黑风寨有伙土匪，劫掠商旅，残害百姓，依长前去剿灭。我听说那土匪头子杀人不眨眼，这不是送死吗？若有胆怯者，现在便可退出。当然，按我大魏军律，临阵逃脱者按逃兵论处，斩。有趣。昨日闹事，今日便开去剿匪。胡将军这杀威棒打得够响。你，花木兰。是将军。此战由花家后人花木兰任临时武长。你们这30人归他统带，3日后出发。
若胜，各有封赏；若败，本将亲自收尸。萧军师觉得本将这安排如何？将军治军严明，只是一群毫无经验的新兵去剿匪，若全军覆没，怕也折损我军颜面。若连这帮渣子土匪都对付不了，将来如何对阵柔然铁骑？死了就当为我省粮草了。咱们都趴着半天了，到底打不打？那这墙那么高，怎么打啊？硬冲是送死。土匪占据地利，只需守住寨门，居高临下放箭，我们就成活靶子了。看到那边了吗？寨墙有一段木板已经弧形，那是我们的突破口。那又怎样？爬上去也是送死，所以不能硬爬。石匠，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在这里。按你说的，竹筒里装了辣椒粉和石灰。很好，用力。此时你带10个人在寨门前擂鼓呐喊，做出要强攻的架势。啊，那不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吗？要吸引注意，出其不意才能胜算。分成3队，1队去粮仓放火，2队去马厩放马匹，3队就去救被掳的百姓。前赴后追，撤！老子援兵到了，一个都别想跑！是柔然人，部长，我们又死在这儿了。列阵，排守在外，长枪手在内，保护百姓居中。报！将军，事后探明，黑风寨昨日增援匪众，为北面流窜的柔然残兵，有50余人，装备精良。柔然残兵，你倒真是给本将惹了个大麻烦。将军，匪寨地形我已摸清，百姓也已救出。如今匪众与柔然残兵合流，若不及时剿灭，必成大患。哼，所以呢，凭你们这群残兵败将，还能再战？给我200精兵，3日粮草，我能破寨。你好大的口气！一个刚入伍的新兵，敢跟本将要兵？将军派我们30新兵剿匪，本就未指望我们成功，不过是想淘汰掉孱弱无能者。但我们活着回来，还探明匪情。如今黑风寨已成柔然残兵据点，若不铲除，等柔然大军来犯，将军难以守住关隘。将军可不信我，但形势危急，给我1支精兵，我立军令状，3日破寨，败则受军法斩首示众。伶牙俐齿。好，本将给你200营中老弱病残，粮食只给2日。你若能破寨，将亲自为你请功；若不能，本将亲手取你人头。谢将军，但还有一个要求，若此战得胜，我要一个单独的营帐。花木兰，你一个武长，连校尉都不是，竟敢要单独营帐？我并非贪图享受，只是将军给我200老弱病残，须懂医术、能调理之人。我祖上略通医理，若有单独营帐，战时可做临时依仗，救治伤员，此乃公事。好一个魏公！本将答应你，若你3日破寨，别说单独营帐，本将亲自设庆功宴。谢将军。军师，你跟去，本将倒要看看这仗他怎么打。花武长，将军给的2日粮草，今日已耗大半。照此速度，明日傍晚到不了黑风寨，届时粮草已尽，
拿什么打仗？军师觉得我们该退。我只是陈述事实。报，部长，前方3里发现土匪伏兵，约100余人，占据山道，我们被包围了。还没到寨子，就要死在这儿了。军师，请看，土匪占据2侧高地，但中间山谷狭窄，他们无法全部展开，且晌午阳光西照，可沿溪流急行，用水光干扰山上视线，同时在山林制造动静，吸引土匪注意，主力趁乱通过山谷。声东击西，只是派谁去诱敌？我去。所有人听令，脱下外袍，反穿，露出白色里衬。军师，你带主力沿溪流速行，我带20人向东佯动。若你被围，那就劳烦军师替我收尸。伤得如何？皮外伤，土匪被我们引开了，折损了5个兄弟。我带了他们腰派回来，日后要送还家人。将军有令，花木兰所部已通过测试，即刻撤回大营。剿匪之事，另派精兵前往。慢着，请回禀将军，纪灵剿灭黑风寨土匪的任务，我花木兰接令便会打到底。此时撤军，那5位兄弟就白牺牲了。花木兰，你是在违抗军令。军中男儿当以战功说话，今日若退，军心必散。你在威胁本将。属下在陈述事实，将军给我一个机会。好，本将就看看你这颗脑袋能在脖子上挂多久。立军令状，你莫把打仗当儿戏，就凭你一张嘴，还想打土匪？将军可是给你台阶了，现在撤军，战死的5位弟兄算烈士，你们不用送死，可你非要逞英雄。王营长，将军既已同意花武长立军令状，你就不必多言了。军师说的是，只是花武长，不是我看不起你，你看看这营里有谁愿意跟你去送死？看见了吧，没人，军心散了，这仗还怎么打？王营长说的对，打仗不是儿戏，会死人。我们今天死了5个兄弟，这把刀今天砍了3个土匪，其中1个想从背后偷袭我们队伍里最年轻的小陈。我当时想，如果我慢1步，小陈就死了。他才16岁，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娘等他回去。我也怕死，但今日若退，黑风寨土匪会变本加厉，届时会有更多像小陈这般年纪的孩子被掳杀，更多百姓家破人亡。我不是逞英雄，我只是不想让那5位兄弟的血白流，不想让更多无辜的人死。现在愿意相信我，愿意跟我去打这仗的，举手。我去，我的命是武长救的，我信武长。老子也去。今天要不是武长，我们早就死在山谷里了。窝窝囊囊的活，轰轰烈烈的打。老子这条胳膊20年前留在柔然人手里，今天这条命换几个土匪的命，输了。好，请回禀将军，花木兰带着183个愿意赴死的兄弟，3日内必破黑风寨。花狐那老东西，这是欺君之罪。爹，这是好事啊！花木兰在军营里，神不知鬼不觉。好，你立刻派人去黑风寨送信，重金悬赏花木兰的人头。那花家剩下的人，等花木兰一死，咱们就以欺君之罪告发花狐，到时候花家满门一个都跑不了。柔然残兵已接管房屋，看来土匪和柔然人合作了。
这他娘的是土匪，这比咱们官兵还像官兵！弟兄们，随我冲阵！目标，提起土匪头子！一个不留！于此一番击！你小心暗箭。赢了！都起来！将军有令，明日操练提前。现在去河里洗干净。集体沐浴，绝不行！我肚子疼，怕是晚上吃坏了。事儿真多，矫情的很，跟个娘们儿一样。我们去洗。我若待你如何？今日之战眼看就要胜，你为何要教我无杖？我的事不用你们管。回去告诉我，这里的事自有分寸。你还在犹豫什么？别忘了，你是柔然的孩子。走吧，别让我再说第二次。何人鬼祟？军师好雅兴，来赏月的吗？你却也听到，那便留不得。果然是柔然人，这腕法是柔然弯刀才能练出的。我武艺不佳，不脱果然是蛮夷，少不得台面的手段。柔然玉，柔然刀法，一个潜入北魏军营的柔然人。说，如果胡将军知道这件事，会怎样？杀了我，拿我的命去换军功。比起军功，我更好奇，你一个柔然贵族，为何也来军中潜伏？不是潜伏，我有自己的理由，想离开柔然，所以，我希望你保护我的身份，在军营里为我遮掩，替我周旋。我凭什么答应？因为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但你他的身份绝不简单，今日不宜再留下去。况且狐狸名不善，留他或许可无所用。我暂信你，但若你做出什么伤害大魏百姓之事，我必不饶你。哭什么哭？再哭今晚没饭吃。花武长是真的厉害，这么难打的仗都能赢。那当然，咱们武长将来肯定能当大将军。不羞未干的小子，懂个屁！王叔，花武长是真有本事。有啥本事？打过几场仗，杀过几个人就吹。老子看柔然人时，还在吃奶呢。你瞧不起人？不是瞧不起，是告诉你，军营里靠的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功绩，耍耍花架子就能当英雄。看见没？那些女人就是上次我们营打下来的。知道他们现在干什么吗？晚上伺候兄弟们呢。说得对，战场上靠的是真本事。所以，你想试试我的本事？怎么试？3天后教场比试，你挑3个人，我挑3个人，3局2胜。赌什么？我若赢了，那些妇女孩童的去留
由我决定。你若是输了呢？我若输了，谢任武长，任你处置。好胆量！汗透衣衫连连连，回头须连连连连，流血流汗连连连，苦不堪言连连连连，练练练练！战场上刀枪无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无论你是更夫跑堂，到军营就要当兵打仗。当兵打仗，练练练！无论你是铁匠或富，战场上并肩作战，生死相帮。生死相帮！血染沙场，战场上没有爹娘，只有你死我亡。当兵打仗，你死我亡，血染沙场，生死相帮。3局2胜，第1局，阿虎上！努力！走！1、2、3，第1局，新兵营胜。阿虎，你说。小陈，武长，记住，你是在下棋。开始。吴应天，局长破绽。1、2、3，第2局，老兵营胜。等我打。好。第3局，开始。好枪法，认输吧，细皮嫩肉的伤了可惜。不能输，再来。花木兰，你输了。第3局，花木兰胜。花武长，花武长，花武长，花武长。找人给他治伤。好，很好。哼！花武长好威风啊！打擂台打得自己半死不活，现在还得耗费军中伤药治伤。王营长有何指教？指教？将军有令，黑风寨匪患未除，你既已康复，明日率部继续剿匪，军械自筹，粮草减半。府长伤成这样，怎么剿匪？粮草减半，我们吃什么？那是你们的事。剿匪不利，延误军机，军法处置。欺人太甚！他就是要逼我认输。花木兰，今日若攻不下黑风寨，提头来见。属下领命。陈晓，带20人绕后山小道，多扎草人，绑树枝，拖地扬尘。牛力，你领主力在寨前佯攻，但指擂鼓，不进寨墙。武长，黑风寨刚遭重创，进攻之令，我们虚张声势，让他们以为大军合围，逼其寨逃窜。我们在东面峡谷设伏，压上，风雪口，留火口。禀将军，黑风寨已破，捕获匪众43人。好，很好。花武长今日智取黑风寨，风头无两。军师是来嘲讽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胡律明今日看你眼神，已露杀机。我不出头就能活吗？郎家要杀我，将军要压我。既然如此，那我便要争个功名出来。你的伤换药时加点金疮草，好得快些。王营长，那花木兰如今声望太高，我们这些老人脸往哪搁？
急什么？我已经给将军递了话，花木兰活不了多久。你近日太张扬了。招摇？我不争不抢，他们就会放过我吗？至少不会死得这么快。胡律明昨日召我，他问花木兰这人身手不凡，可有意志？花木兰，你说我为何要保你？一个知道柔然王子秘密的人，如果死了，谁知道他临死前会说出什么？凭什么如此确信？就凭你现在还站在这里对我说这些话，而不是直接向胡律明揭发我。胡律明已起疑，王营长正在收集你结党营私的证据。何止？将军，是冲来的。列兵，重金买你人头，你归受死，留你穿尸。你谁派你的？是蓝武老爷，他说花木兰必须死，事成后黄金100两。你还挺值钱。此地不宜久留，处理尸体。别慌，听着，若被人发现，你我今晚都得死。好，这边好像有动静。副卫，要不要多叫些人？快走！副卫，有血。这是新兵营的衣料，不止一人，是军师。那个背影身着长袍，军中也只有他不穿军装。花木兰，萧军师，你们半夜在此密会，想谋反不成？副卫，此人穿着夜行衣，身上有柔然纹身。昨夜有柔然细作潜入军营，快报将军！将军，昨夜后山发现柔然细作尸体，而花木兰与萧军师当时就在附近，末将怀疑。昨夜戌时3刻，我巡视西营防务，见后山有火光闪烁，疑是敌情，便叫上就近的花武长同去查看。为何不叫巡哨，不报中军，偏偏要私下行动？事发突然，至于叫花武长，他前日剿匪有功，我信其身手。军师倒是机警。不敢，只是赶到时，这3人已气绝身亡。从伤口看，此人颈骨断裂，是重手法扭断；此人肋下刀伤，身及脏腑；此人腿剜中箭，失血而亡。这不正说明有人杀了他们灭口？副卫怎知是灭口，而非内讧？你，将军，细作能潜入后山，说明营中必有内应。此人身上有特殊刺青，应该是贸然某部死士的标记。这刺青是柔然牙族？正是，牙族善隐藏卧底，此部专司渗透暗杀，但他们行事谨慎，慎始。现在这样，是营中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后山地形，提前上，将他们一网打尽。军师认为同伙是谁？能知晓后山换防间隙，提前于西边设伏，还能让3个牙族死士毫无防备。此人必在军中多年，且深得信任。你休要转移视线！你和花木兰够了！王营长，你即刻带人排查全军，凡有可疑刺青、信物者，一律扣押。末将领命。不可能！萧然那小子肯定在耍花样。副卫，有人看见粮草官刘老三肩上好像有类似刺青。好，带兵去拿人。副卫，这是何意？哼，死无身。带走！通知将军，卧底抓到了。将军饶命！我是被逼的，我是汉人，只是柔然首领抓了我妻儿。你在营3年，传情报17次，致2次粮草被劫，数百将士枉死。妻儿命是命，将士命就不是命。我都说，营中还有一人是萧军师，他才是柔然。萧然，此贼临死还想诬陷本军师，其心可诛。
柔然的鹰，你的爪子该伸向敌人的咽喉，而不是对着自己的族人指手画脚。那不是打仗，那是屠杀！抢粮、烧物、杀百姓，这和野兽有什么区别？然而，别说了，你父亲也是为部落生存。这不相反。萧军师，好快的刀！此贼死到临头，仍想叛误将领，乱我军心，末将一时激愤，请将军降罪。激愤？我看是灭口。他话未说完你就动手，分明是怕他击穿你。将军，萧然来历不明，3年前突然投军，如今细作指认，他又急于杀人，这难道不可疑？萧然，你有什么话说？将军，刘老三若真想供出同伙，为何早不供？偏在将死时开口，分明是垂死反扑，拉人垫背。狡辩！报！将军，北面30里发现柔然大军，正朝大营疾驰而来，先锋已不到20里。曹山口竟敢夜袭！王营长，带你的人上左翼，李校尉右翼，众军随我迎敌。萧然，今日之事暂且搁置，你和花木兰在新兵营守后营粮草辎重，若是一力量，提头来见。末将遵命。这次看你们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柔然人的刀锋里，父卫还是先顾好自己左翼了。迎敌！列阵，快列阵！弓弩手，弓弩手上前面！散开，别结在一起啊！北风，刀不成空，小兵卒也可定得用。练兵千日，一战必胜。舍我其谁，心高歌。是兵人在土地有我，练兵千日的必胜，英雄本色是记住我们的真情，对如山，相如林。我的不只是粮草，是前面兄弟的命，是我们自己的命。左翼副卫，且住看齐，不律明撑不了多久。顶住，不许退！传令，立向中军交替后撤，让后营新兵上来接应，给他们立功机会。就说战线危急，许他们力挽狂澜。是，我让他们去填坑。我们去填线，粮草谁守？这是让我们送死。一石二鸟，既消耗我们，战败了还能推责。刘立，带手下立刻加固后营前线。陈晓，带手下上梁多支高殿，听萧军师号令。其余人向前接应敌，稳固战线，绝不许散开阵型。是去救人，不是送死。马飞行，旌旗翻涌，天降神兵，出奇制胜。英雄本色是他，你可悲吗？刀不可破，练兵千日一战必胜。英雄本色是头啊，文松啊，心高高。阵亡17，重伤20，我们守住了。将军，昨夜柔然突袭，来势凶猛，末将左翼将士浴血奋战，死伤惨重，然力战不退，终与中军配合，将敌击退。花木兰，禀将军，后营粮草辎重无损，新兵营奉命接应左翼，于缺口处切阵阻敌，毙敌100余，死伤伤亡37人，阵列未散，完成任务。临危受命，于乱军中斩将夺旗，
上级的调令下来了，擢升你为昭武校尉。谢将军厚赏，此乃将士同心之功，木兰不敢独令。此乃上级敕封，你要抗旨。不只有敕封，还要庆祝。上峰所送好酒，今夜痛饮。同饮，同饮。霍震武这次斩首过百的大圣后表演，没想到今天竟然能见到。好，这才是我大魏儿郎。沙场之上，唯有如此阳刚猛士，方配称军人。华将军，你说是不是？将士勇武，乃我军之幸。只是本将观花将军许久，心中总有疑惑。将军作战勇猛不假，但这身姿气度，着实非凡。花将军站立时，双足并立，不过肩宽，脊背笔直如尺量；行走时，衣甲不响，步伐轻稳。即便此刻持杯，手腕也是悬而不沉，指尖拢而不张，倒让本将想起家中那些自幼习练礼仪的侍女，他们行走坐卧也是这般讲究。花将军这般精致，倒是女儿柔情的很啊。正好，营中都是些男人，不如花将军作舞一曲，让我等也放松一下。他是知道了什么？竟然如此大庭广众下为难我，此舞若跳了，才是坐实了我是女子。大胆！我的剑也敢动。将军既要看舞，那自是要用最好的剑舞，不然如何对得起上峰所赐之美酒？胡律明面上是在辱我，但他说的没错，这些习惯如同一把匕首，随时会为别人所用，杀了我。女儿柔情，花将军啊，你到底瞒着什么秘密？恭喜昭武校尉。这腰牌很烫手。我倒是很想知道，你到底瞒着我什么？我不能说。胡律明已有动你之心，你被抬得越高，关注你的人就越多。今日帐中，他看你的眼神不善。我知道，但唯有站得更高，掌握更多，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做我想做的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胡律明自负傲慢，若你的声望与能力威胁到他的权威，他必会对你动手。多谢提醒，我会小心。你也要保重，刘老三的事还没定数。我自有计较。将军，末将特来请罪，昨夜左意。过去的事了，你有何想法？将军的意思是，我的军营里不能有功高盖主之人。我这就出兵。老鹰嘴是个好地方，进去可就出不来了。可惜如此年轻的昭武校尉喽。北面20里，发现柔然游击大队，约100骑，正朝鹰嘴峡方向移动。鹰嘴峡距老鹰嘴哨卡不远。末将所部昨夜鏖战，尚未休整完毕。花校尉昨日阵斩敌将，威名赫赫，正可震撼柔然，再立新功。花校尉，你意下如何？鹰嘴峡并非战略要冲，100游骑更像是骚扰而非进攻。王营长如此积极举荐，绝非好意。可这局势也容不得我不去。末将领命。校尉，这路越走越近，不像有大军过的样子。斥候。校尉，前方峡口未见敌踪，路上痕迹也像是旧痕。不对，后队变前队，原路撤退，快！有埋伏！你们是何人？胆敢冒充柔然，袭击官军！
王营长，是你！花木兰，今日这鹰嘴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杀光他们，一个不留！勾结外敌，还同袍！勾结外敌，谁知道呢？你们不过是碰上了真的柔然游骑，全军覆没罢了！杀！花木兰，是真柔然人，快走！怎么回事？柔然人真来了！小炮，齐元阵！都带走，把斥候扔回去报信。家国危难当前，你等却还在攀比嫉妒，大魏有你们真是负累。他们怎么知道？小王爷，看了这么久，该出来见见你的同袍了吧？柔然，你是柔然人？怎么，你们的萧军师没说他阿史那然是我柔然汗国大可汗亲弟，尊贵的小王爷，混入你们魏营，真是委屈他了。万岁！萧然，你是柔然奸细，劫俘我军，刺探军情，罪该万死！莫顿叔父，我早不是柔然王爷，3年前离开时，我已说得清楚。血脉岂是你说断就能断的？流着狼神后羿的血，回来吧！大汗一直惦念你，你的才智应用于壮大柔然，而非在此虚耗。你们同我理念不合，绝不会回到柔然。冥顽不灵，既然如此，别怪叔父了，请小王爷去休息。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踏出帐篷半步。侄子，你对汉人了解多，你说我怎么审那个花木兰？他不会说，神也没用。那就用刑，鞭子、烙铁、剥指甲，总有一样能撬开嘴。叔父，我们柔然人什么时候变得和北魏监狱里的酷吏一样了？放肆！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我跟你父亲不一样，他只用暴力让人恐惧，我却懂得用暴力换利益。这些俘虏能帮我们拿下北魏粮队，让战士吃饱，部队过冬，这才是暴力该有的用处。然后呢？抢了粮，北魏再派兵报复，我们再抢，他们再报复，循环到什么时候？循环到一方死绝。孩子，这是草原法则，弱肉强食。我要改变，柔然成为草原唯一的王，与北魏皇帝平等对话。用尸体铺出来的平等有什么不对？汉史中哪个开国皇帝不是踏尸山血海上位的？你走，花木兰，明天亲自审，你下不了手，我帮你。就没有一点可能吗？万一哪天我们能和汉人和平共处，互有往来？没有那个可能，你是懦夫，其他柔然子民不是。这到底是柔然人的想法，还是你们为了大权在握所编出来的意图？哪有百姓愿意看到战火连天？分明都是你们整的借口。给北魏军营送信，就说他们人被我军俘获，想要人10日内以粮食500担、精铁兵器300件来换。是将军，不过他们似乎也不和。无妨，贵人内斗，与我何干？照办就是。听见了吗？他们要赎金，胡将军一定会救我们的，只要我们耐心等待，物资一到，我们就能回去。对，将军不会不管我们的。蠢！花木兰，你什么意思？你与那柔然人混迹，必然是你设计陷害。我们被你引入陷阱才被俘，若你不陷害，我们怎会有此举？此事传回军营，古吕明会作何感想？他会轻易答应拿大量军资换我们吗？即便答应，10日之间，运输艰难，变数太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花木兰，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将军明察秋毫，自会分辨。你想鼓动大家反抗，反抗就是送死。要不是你非要追击，我们能被包抄。现在好了，全成俘虏了。你们先假扮柔然军队围堵自己人，论不仁不义，你们更甚。况且被俘后跪着等死，也是你们自己选的。我们选什么？
全跟着你送死！将军已经用物资换停战，我们马上能回家。柔然敢年年来犯，是因我们总给粮布，养得他们贪得无厌。算了，跟将死之人计较什么？柔然人说了，只要我们不帮他，战后就能放我们走。好，好得很。那你们就继续跪着，等你们的恩主施舍活路。萧然被单独关押在主帐西侧。你说里面那个人是我们的王爷？不可能吧？千真万确，不然为什么就他一个人特殊？萧然，你怎么？嘘，这是柔然重锁，撬不开的。怎么回事？是你！快来人！你先去马厩，我马上赶过去。不行，我怎么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现在还觉得我需要你帮忙吗？不用，我们走吧。要去救他们吗？救！将军，那女人跑了。他对敌情说，一定是往东面山谷去了。好，找到人，你们都可以回家。他们居然背叛我！算了，我们走。不救了？对他们而言，家国情怀是空的。柔然也能成他们的家，我们还有事要做，不值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他们不是要物资吗？我们就断了这条后路。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阿爷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狠毒。柔然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苦楚是我们带来的，是大卫害了他。那今晚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害！弟媳，粮草着火了！上马！你别生气。我为什么要伤心？冒着被3万大军围剿的风险，再次出卖我的人，做不到。阿爷说过，战场上先救想活的人，再杀想让你死的人。他们不想活，只想跪着等死。我凭什么替他们决定死？这是饭口了。你喝。不攀山，举兵若隐若现。我胸险，山路崎岖蜿蜒，铁蹄岁月过往，无意寒霜。遥望出血迹寒阳，不皇子的冷土很微凉。孤雁长云越山峦，山花烂漫无心看。云多转，我心常伴，我心常伴，10年不完，报仇10年不完。怕你死了，带路。看见烈军中。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军营未必欢迎我们。我的兵牌还在营里，没牌就是逃兵，阿爷会被牵连。就为这个？也为那些死在战场上没能被换回来的弟兄，他们需要个交代。我要带着他们的愿望赢下去。是花校尉，花校尉回来了！花木兰，
末将归营，柔然主营粮草一分，齐部3日内必乱。与你同批被俘的27人何在？末将突围时，他们仍在柔然营中。为何只有你2人回来？突围艰难，仅我2人得脱。好一个得脱！本将收到柔然传书，称你用计焚营，指使被俘同胞尽数遭屠戮泄愤，27条人命，就换来你烧的那点粮草。柔然直言，副将也信。敢问副将，可曾见到尸首？可曾派人核实？你身为校尉，陷同胞于险境，独自逃生，已是重罪。如今还敢狡辩！来人，卸甲，押入军法营，待审明实情，一律论处。副将，焚营乃奇功，若非木兰、柔然2组马壮，此刻恐怕已兵临关下。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我自己走。末将所作所为，无愧于信，无愧于国。只是敢问副将，我军被俘，真是因为柔然军力强盛，作战骁勇吗？自然是。是因为有人故意泄露我军巡逻路线而被俘地，正是副将你临时调整的巡防区域。这么一说的话，那地方好像真是副将所负责的。血口喷人，你有何证据？此牌是在鹰嘴谷伏击战中从一名柔然骑兵身上所得，但牌上暗文是我军辎重营内部令牌改制而成。这分明是我军中出了叛徒，故意要将我等陷入不仁不义之境地。此女为脱罪，伪造证据，构陷上官，其心可诛。怎么还不将她拖下去，就地问斩？末将斗胆再问副将，不经朝廷同意，擅自用物资换俘，完全不顾军中其他兄弟死活，又是为何？副将，你就算是为了换人，也不能置我等于不顾啊！难怪柔然这一次一反常态，围而不杀，原来是在等我们赎人。是要兄弟们死绝吗？此事之后再说。难道本将还会哄骗你们吗？胡律明怕是没想到我会活着回来，甚至还折了他的人。这样一来，你在军中的威信算是彻底立起来了。胡律明之后也不会好过。去治伤吧，你肋骨裂了，别硬撑。你看出来了？你昨晚翻身时吸气声不对。花木兰，好一个花木兰！真是处处都要与我作对，难道就治不了他了？贺副将，我听人说这花木兰一直是合衣而睡，也从来没在众人面前露出过身子。你说这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他极有可能并不满足进军营的要求，是谎报身份藏进来的。这可是耽误军情、欺君之罪，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明天本将就要看看他到底隐藏了些什么。副将有令，全军集合。昨夜军械库失窃，此乃备战重器，将在营中失窃，必是内贼所为。自即日起，全军彻查，所有士卒无论新老，一律重新核验身份，登记造册。花木兰，你营中新兵最多，来历也最杂，失窃之事，你营嫌疑不小。末将愿配合彻查，我营中弟兄皆清白从军。清不清白，验过才知道。明日首批验身就从你营开始，你身为校尉，当以身作则，第一个验。将军，花校尉好不容易从柔然逃脱，肩背受创，伤口未愈，恐不宜当众宽医。哦，伤在何处？让医官当场查验便是。只是皮外伤，不敢劳烦医官。花校尉似乎很忌讳验身，本将怀疑花木兰如此推脱，是隐瞒了什么事。医官，帮我们的花校尉验身。怎么？你想造反？末将不敢。只是将军弃疑末将，末将愿以血明志。这身伤是为大魏所负，今日便让他再申3分，以证清白。末将现在可还要验？若仍不信，末将可在此诱奸。副将，花校尉伤及旧创，流血不止，必须立刻救治。若在此刻强行验身，恐有性命之忧。
届时军中弟兄如何看待将军？将军不日便要回来，要是看到这一场面，怕是对您不利。还去一营，现身之事，容后再议。快！花木兰，我就不信没办法收拾你！老爷，军中密报。爹，怎么了？花木兰没死，还分了柔然粮草，立下军功。什么？那我们的计划？他不是立了功吗？军功上报，须经层层核验。万一哪层的审核突然知道她是女子呢？冒名顶替从军，这可是欺君之罪。高，爹，实在是高，我这就去安排。慢着，先给胡律明去封信，他现在一定很需要朋友。副将，关内来的密信，落款是郎武。花狐之女莫兰，年17，代父从军，冒名顶替至今，此乃灭门重罪，铁证如山。好，好，天助我也！郎武啊，郎武，你这份礼可真是送到本将心坎里了。她竟是女儿身，怪不得身形瘦小，面皮白净，原来根本就是个娘们儿。若是以此为要挟，他以后就是本将手里最听话的刀。去，立刻传花木兰单独来见我，记住要隐蔽。自己看，花狐之女代父从军，真是孝感天哪！可惜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本将可以当没看过这封信，但前提是你得懂事。副将想要什么？很简单，3日后前军嘉奖时，你要亲口承认先前战绩是本将暗中指点，所有功劳都要归本将。这也是欺君。可你没有证据，别忘了，花家的性命都寄于你一念之间。答应。识时务者为俊杰。放心，跟着本将，少不了你的好处。退下吧。胡律明知晓了我的身份，我不能拿阿姨阿娘的命冒险。军功让给他便是。接受的如此坦然，到底是被逼无奈，还是另有成算？还是你懂我，他要功劳就给他，要我当听话的刀我就当，还能帮他立更大功劳。只是这功劳他怕是无福消受。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副将有没有想过，他眼中的青云梯，实则脚下是断头台。柔然近日节节败退，火烧敌营粮草，算是大功一件。花木兰，启禀大将军，火烧敌营全赖胡副将运筹帷幄，末将不过因令执行，首功该归于胡副将。本将不过是稍加点拨，具体形势还是你们。哦，胡副将果真如此。不敢瞒大将军，末将确有此心。花校尉年轻勇锐，但虑事或有不周，末将常加督导也是分内之事。既如此，胡律明督导有方，统筹有力，即头功；花木兰萧然执行有功，各结2等。谢大将军恩赏，末将必当再接再厉。谢大将军恩赏。他信了，看他今日领赏时的样子，怕是觉得你已彻底被他拿捏住，再无反抗之力。一时的憋闷，换他跌入万劫不复，这笔买不亏。只是现在他还站得不够高，我们得让他再往上走一步。再往上，我或许有办法。什么？朝廷的巨功奏报，具有主将、副将联署呈递，副将胡律明过目，大将贺兰英用印。但此次涉及他自身大功，胡律明必定亲自盯着操拟，甚至亲自润色。你想在奏报上做手脚，这太冒险。一旦被胡将军看出，不直接修改奏报，而是将其功劳写得更满更好。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只是这终究是利用了将军的清誉，岂非连累贺将军？他待我不薄。贺将军远比看上去更明察秋毫，这并非是利用，而是相信。相信以贺兰英将军的志气，我们只是递给他一把更锋利的刀，让胡律明能够早日自投罗网。此事需万分小心，绝不能留下任何指向我们的痕迹。放心。
这里提到大将军的决断时，语气要更恭顺，但要隐隐透出那也是本将事先有所筹谋。副将请看，如此表述，既彰显副将大功，又不失对大将军的敬意，可谓两全。妙，就这么写。启奏陛下，北境奏报，数次战役获胜，皆因副将胡立明预先筹谋。臣以为此等才干应重赏以利边军。胡立明奏报文辞甚是华美，然贺兰英大将军乃沙场宿将，用兵持重。此番奏报却将诸多临阵决断之功归于副将筹谋，未免太……陛下，北境廉洁确实可喜，无论功劳如何划分，终是朝廷之福。厚赏主公之人，可彰显陛下赏罚分明，激励将士效命。准奏，按律擢升厚赏胡律明，其余将士着兵部依例续功。陛下圣明。600里加急，朝廷封赏到，圣旨到，诸将接旨。北境捷报，朕心甚慰，副将胡立明志以兼备，特擢升为镇北将军府司马，并从4品衔，以彰其功。钦此。吾皇万岁！臣待大将军平日栽培，末将卑职惶恐定当。胡司马，恭喜高升，你且先退下，安置赏赐，熟悉新职。是，卑职告退。去，将此次所有战报往来文书调来，再把负责拟定誊抄奏报的书记官和经手人逐个秘密带到我这里，现在就去。是。胡律明，你当真以为本将军是瞎子是聋子吗？胡司马，朝廷封赏已下，你居功至伟，本将有些疑惑，还想当面向你请教。大将军，请问，卑职知无不言。火烧柔然粮草，时机路线接应，你是如何预先筹谋，又是如何洞察先机的？此乃军机，卑职当时综合诸多情报判断。胡律明，本将岂会不知？那些都是花木兰以命换来的。当时在中军大帐，打算用朝廷补给换回自己人。你真以为靠几句篡改过的漂亮话，偷来的抢来的功劳，就能让你平步青云，就能让边关将士的血都变成你官帽上的红缨？来人，将这个屈军往上、冒领军功的人押下去！奏报，这一切都是阴谋，是花木兰，还有那个萧然，是他们设局害我，是他们设局构陷，故意攀高功劳，陷害卑职。胡律明之言，你们听到了？他说你们设局构陷，故意捧高功劳，诱他贪功，再借此反噬。你们有何话说？大将军明鉴，末将呈报功劳已尊上。胡司马如何上奏，末将无权过问，不敢揣测其用心。在下身为文书，岂敢擅专？至于司马大人是否有所夸大，在下实不知情。巧言令色，胡律明贪功是真，但你们就全然无辜。胡律明屡次打压于你，花木兰，你就毫无怨怼。军中袍泽纵有分歧，也应以抗敌为先，功过是非自有大将军明断。末将只知听令行事，杀敌报国。好一个花木兰，好一个听令行事，杀敌报国。本将果然没有看错你，胡律明，你指认花木兰、萧然构陷于你，可有实证？实证，他们本身就有破绽。花木兰不是男人，是女子，是欺君罔上、混入军营的罪人。大将军，切莫听他们巧言令色。果然，这怎么可能？胡律明，
你血口喷人，贪污不成，竟用如此卑劣荒谬之言污我清白！荒谬，卑劣！你敢不敢当众验明正身？还有，大将军，这是关内郎大人密信，信中明言，查实花狐之女木兰是真是假，一验便知。大将军，此信定是伪造，是胡律明与那狼武勾结，构陷于末将。末将愿接受任何查验，以证清白。花木兰，本将问你最后一次，你究竟是男是女？好一个代父从军，全军上下团团转。花木兰，你可知冒名顶替，乃是金军往上小乱纲常的重罪。将知道，但不悔。不悔？那你又可知此罪按律当处极刑，累及亲族，花家满门都要为你这个孝心陪葬。末将知道，从他出家门那日起，便时刻准备以此身抵此罪。末将斗胆，求请放过花家其他人，所有罪责，末将一力承担。大将军，花校尉是男是女，俺们不在乎，俺只知道跟着他能打胜仗，能活命。没有花校尉，我早就死在黑风寨了。他救过我的命。花木兰，你抬起头来，你从军至今斩获多少，立功几何，一一道来。末将不敢居功，皆是将士用命护黑风寨。分柔然粮草，守后营，阵前斩将，大小17战，皆是为国为家。为国为家，你可知你今日所为，让国法与家情两难？末将知道，末将只求一事，若罪不可恕，请只罚末将一人。家中父母幼弟，实不知情。今日本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花木兰依旧是我北境军营的招武校尉，但今日之事，若一字泄露于外，军法从事绝不容情。你听明白了吗？遵命。律明，你冒领军功，勾陷同袍，证据确凿。即日起，革去司马之职，降为普通士卒，编入花木兰所部，听其调遣，以观后效。大将军，我乃朝廷册封的，现在是戴罪之身，若再有不轨，数罪并罚，定斩不饶。此事就此作罢，散了吧。贺将军给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也给自己留了余地。我知道，从我入军营那一刻起，我这条命不只是花家，更是大魏的。走吧，该回营了。胡将军，不，胡氏族，你也跟上。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花木兰，你给我等着！柔然虽暂退，然北境未尽。即日起，全军加紧操练。花木兰，末将在。本将命你3日内整训新兵营，15日后校阅。若不合格，军法从事。女子练兵，笑话！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不能。风吹，熊滚滚浮动，你要是男儿，烈火。我怎能与你
子，同饮而说冷风吹，冷雨飞，不该不该，冷风吹，冷雨飞，不该不能。无用之辈，我并非说不对，我并非不知河南高飞，我不是那畏首畏尾胆小鬼，怕天闪雷鸣，冷雨纷飞，忘掉痛与悔，吞下苦与累，立出钢筋铁骨同脊椎，忘掉痛与悔，吞下苦与累，何惧今日练阵型，盾在前，枪在后，攻击两翼。我要你们记住，在战场上，身边的不是同袍，是你的手足，你的后背交给他们，他们的命系于你手。左脚是左脚，再来，举高！你以为敌人的箭会射你膝盖吗？柔然败退时，有一支残部约200人隐匿于此，劫掠商队，滋扰边民。花木兰，本将与你500人马，3日内剿灭此部，肃清边患，此乃戴罪立功之急，你可敢接？末将领命，定不负大将军所托。胡氏族，你也随军出征，为花校尉节制。遵命。此战我要的是速战速决，全歼敌寇，扬我军威。出发！苦口易守难攻，不宜强冲。牛力，带你的人从左翼山林迂回，攀上崖顶。得令。丞相，待弓箭手埋伏于右侧乱石后，听到谷内喊杀声起，便放箭压制谷口守军。明白。其余人随我从正面佯攻，吸引注意，待牛力得手，前后夹击。敌军后置乱了，这是好时机。胡将军，我有一个天大的关于花木兰和萧然秘密要告诉你。花校尉昨夜暴雨中独自练枪，直至子时，今晨卯时便到校场，至今未歇。他不要命了？还有，军医说今早有人偷偷去药房取了止痛的草药，但未登记。女子之身，男子之志。木兰，你究竟在证明什么？你说什么？什么秘密？萧然是柔然人，而且柔然那些人还称呼他为……称他什么？王。怎么说？他是柔然的细作，怪不得花木兰烧粮草那晚，萧然被单独关着，怎么就那么巧能一起跑？说不定是场戏。这么说，花木兰很可能也是细作。不过，光凭你一张嘴不够，你还看到或听到什么别的？萧然手中好像有个玉牌，别的弟兄当时乱，我没留意。够了，你回去后什么也别说。
我会让人审你，你只需不小心漏点口风。懂，小人明白。请看看。华校尉，萧军师，末将见此人似是我军旧部，便想问问柔然残兵的动向。他说了什么有用的？吓破了胆，话说不利索。既问不出什么，就按规矩与其他俘虏一同看管。胡氏族，下去休息吧。是，末将告退。胡律明特意去找郎营长，绝不只是问话。我在柔然的身份，他知道。我的存在，始终是你最大的风险。别说这些话。从西边立约那刻起，风险就是共担的。事到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要真被认成是细族，你我都活不了。也是，明日就要回去了，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二虽曾堕入敌营，但若能诚心悔过，只日柔然残部巢穴，仍可戴罪立功。大将军，小人要告发军中有柔然奸细。是谁？就是萧然和花木兰。萧军师，你可有话说？将军明鉴，末将若真是柔然奸细，何须等到今日才由一被俘叛徒指认？小人亲眼所见，柔然将领对他毕恭毕敬，生的小王爷。花木兰火烧敌营那晚，他能自由出入酋长。王营长，你被俘后贪生怕死，为求活命，不惜攀我同袍。火烧敌营是为断敌后路，救更多将士。你此刻攀咬，是何居心？你口口声声指认，却无实证。倒是你降敌后安然归来，此刻又归属何人麾下？莫非是想替真正的主子铲除异己？本将治军，不听巧言，不看来历，只看你们做了什么。萧然献策破敌是真，花木兰焚营立功是真，而你降敌苟活是真，阵前乱我军心更是真。大将军，小人冤枉，小人所言句句属实啊！拖下去，按逃兵兼扰乱军纪打20大板。是。内讧猜忌乃军中大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然外患未除，内忧又起，朝廷粮饷迟迟未至，边军存粮是够半月之需。柔然虽退，但其部落散于草原，今冬若无粮，必属恶狼反扑，边关永无宁日。军中不养闲人，更不养罪人，这就是一个机会。谁处理好这件事，之前的事情，本将一概不再论述。谁能筹措到足够粮草，借边军燃眉之急，之师一笔勾销。罪族胡律明，愿往。大将军，罪族在关内尚有人脉，愿立军令状，必为大军筹得粮草。你有人脉？何处人脉？本地豪族，恳请大将军给罪族一个机会，修书陈情，必能说动其慷慨解囊。王营长熟知其中关节，求大将军准其戴罪助我。粮草若成，再论其罚；若不成，罪族愿以性命相抵。好，军中缺粮，燃眉之急，本将给你这个机会。王营长暂押，由你看管。笔墨纸砚即刻取去。本将要你在今日之内将书信送出。罪族领命，今日必让信使出发。此信务必亲手交到狼武老爷手中，告诉他此乃天赐良机。属下明白。速去速回，路上小心。狼公高义，雪中送炭，解我边军倒悬之急。大将军言重了，区区粮草，聊表寸心。徐公牵挂边关将士，遣我来随行探望，是关切。右相徐直的人，郎家果然攀上了高枝。此番送粮，怕不只是那么简单。郎家怎么可能真的愿意捐献这么多粮食？回弹缓慢，触感有些黏湿，这手感不对。
有问题？不全是粮食，有霉味，还有别的杂质。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劳，比那些只会耍弄心机、玩弄是非的人强了不知多少倍。大将军，粮草已至，军心可定，末将幸不辱命。只怕有些人没这个本事，只会干一些背地里污蔑同胞，甚至背叛同胞的事情。末将正有一事不明，想当着大将军与郎公的面请教。何事？这批粮草看似充盈，但这些粮草同批送达，为何成色品相差异如此之大？花木兰，休要胡言乱语，污蔑郎国好意。花校尉，此言何意？我郎家一片赤诚，所送皆为当年新粮。郎公莫急，或许是部分粮袋在长途运输中受潮霉变，意味可知。没错，还是这位有见识，一看就是读过书的。受潮霉变或许难免，但砂石皮壳也是路上不小心混入的吗？你们血口喷人，就是你们自己做了手脚，想诬陷我们。粮草是你们刚送来的，我又如何在其中做手脚？大将军，末将不知啊，末将只是负责联络。这粮草是郎家准备的，末将万万想不到他们竟敢不知情！好一个不知情！数十车粮草，若非花木兰与萧然心细如发，当场揭破，这些粮食便要入我将士之口。轻则腹泻无力，重则感病伤亡。届时边关防线不攻自破。胡律明信誓旦旦，立军令状，这就是你为本将为全军筹来的救命粮。来人！胡律明玩忽职守，险些酿成大祸，罪加一等，可取一切之物，打入死牢。胡律明，大将军再问你一次，郎家送此列粮是疏忽还是有意？我真的不知情，一定是郎家他们故意的。目的是为了对付花木兰，他们想用这批粮帮助我，逼得花木兰退让。胡律明已招供你二人蓄意以列粮充数，意图勾陷同袍，贻误军机，该当何罪？大将军息怒，粮草品质或有瑕疵，此乃下面人办事不力，鄙人确有失察之过，愿受责罚。不过，大将军，如今这北境方圆100里，能一口气拿出数十车粮草的，除了我郎家，可还有第二户？是啊，大将军，粮食不太好，可总比让将士们饿肚子强吧？这年月，有的吃就不错了。大将军若要一律严惩鄙人父子，鄙人绝无怨言。只是后续军粮接济，恐怕就难以为继了。粮草之事，已查明缘由，郎家运粮人员处置不当，郎家主要负责人并无过错。至于胡律明联络不力，核查失职，险酿大祸，但念其曾有功于军，免其死罪，革职羁押，以观后效。召武校尉花木兰。末将在。你察觉粮草有异，及时揭发，本是尽责；然则言辞激烈，积极兵变，亦有不当，罚你3月俸禄，禁足营中3日，静思己过。末将领罚。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何将军有他的难处，军中无粮便是死局，郎家掐住了这个命脉，所以他们不会就此罢休。花校尉，郎虎郎老爷子携子求见。请。
花校尉白日之事多有得罪，老夫来致歉。军营重地，未得传诏，私闯将官营帐，按律可斩。斩？花木兰，你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花校尉，老夫今日来是想化干戈为玉帛，你与我郎家本不必如此。如何化？这是诚意。往后军中粮草器械调度，还需花校尉行个方便。花木兰，给脸不要脸！你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将军？不是个。好身手，可惜花校尉，你最大的把柄不在刀枪上。这是3个月前云州府呈报兵部的公文副本，上面清楚地写着花狐之女木兰年17，代父从军，至今未归。如果这份公文明日出现在御史台，你不敢接话，你也逃不掉。老夫有何罪？不过是揭发了一个欺君罔上的女贼，与那些军粮军械的旧事证据呢做交易。你继续当你的校尉，我保证这份公文有现世，欺君大罪累积满门。你能护得住自己，但是花家其他人又如何？好，我答应。识时务者为俊杰，花校尉果然聪明。爹，他答应了，这下可算捏住他了。答应？他不过是虚与委蛇，但求自保罢了。此女心智坚韧，绝非一羽之辈。那我们岂不是白费功夫？我们的目的本就不全在他。朝廷风向有变，徐公正需在军中寻找可靠助力。花木兰战功显赫，与我郎家与徐公的大业皆是重要一步。更何况她终究是个女子，待到来日徐公地位稳固，你我功劳在手，区一个花木兰还不是任我们拿捏？届时为父将她赏你做妾，又有何难？对，让他知道战场中是男人的天下，他再逞强，还不得是伺候我？怎么回事？吃坏了肚子。昨夜开始，好几个营都有人上吐下泻。校尉，水，那粥喝了就难受。是粮的问题，十有八九。没变之粮，轻则腹泻，重则中毒。眼下只是开始。这车辙深浅不对，就算是满载粮食，车辙也不该如此生狠，除非车里还有别的东西。这是整齐捆扎的制式军弩箭头，郎家不仅送烈粮，更在运输军械。郎家他们借运粮之机偷运军械出营，那些车辙是因为车里藏了铁器。果真如此，郎家所图不小。烈粮伤兵，盗械资敌，
不囤积居奇，无论哪种都是死罪，必须人赃并获。下次他们何时再运？经此一事，他们或许会加快动作，甚至提前。西角门守族守护备满通城。我们盯死西角门和那个仓房。此事不宜声张，须防打草惊蛇，以我见机行事。不对，什么？这方向不是去往任何商道或黑市，再往前，绕过那片丘陵，便是柔然游骑时常出没的缓冲地带，甚至可能直通其外围营地。你是说，他们要把军械直接卖给柔然？借运能之人，行资敌之事，好一个狼将，好大的胆子！必须拦下他们！来不及了，他们赶走这条路，前方必有接应，我们两人拦不住。木兰，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回营，用最快的速度禀报贺将军，请求立刻派兵拦截。那你呢？我跟上去，确认接应地点和人手，尽力拖延，等援兵。不行，太危险！我对那片地形和柔然人的行事方式更熟，放心，我不会应变。快走，军情紧急。王营长，胡律明果然起了疑心。停下！粮食和钱我都带到了，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多的军械。有，当然有。我们现在身在军营，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拿粮食换军械，倒是笔划算的买卖。这么多粮食，如果带回军营，士兵们便不用再继续挨饿。萧然，你怎么在这儿？你跟踪我们！放下你们的刀，看看是谁！别信他，早就背叛柔然了。现在是北魏的军师，是奸细，他在骗你们。果然是你！3年前叛逃的狼崽子，带着大汗赐予的玉牌，穿着喂狗的衣服，在这里杀人。你是回来认罪，还是来送死？狼武，二敢资敌！柔然带了粮食，只要有这批粮，存粮的问题便解决了。杀了那叛徒，抢军械！拿下狼家父子，控制粮车。将军，我来！一口兽首，投降不杀！狼家父子现在何处？应当是昨夜趁乱跑了，正在派人巡查。证据确凿，子敌通鲁，竟然还能让他们跑了！这件事果然还是得上报朝廷。所幸军械大部追回，粮草问题也顺利解决。你二人族功不可没。此乃属下分内之事。此乃末将分内之事。本将会在奏报中为你二人请功。爹，都是那个花木兰！若非他屡次三番坏我们口实，何至于落到如此田地？此女威逼利诱都没用，不将她除去，难消心头之恨。他以为立了功，得了赏，就能高枕无忧。他最大的把柄始终握在我们手里。把柄？您是说花木兰是女子？这可是欺君罔上、搅乱纲常的灭门之罪。以往在军中，贺兰英或许能为了大局压下一时，但若捅到朝廷面前呐……对呀，贺兰英能护他一时，能护他一世。
你立刻派人，不，我亲自去，带上足够的金银去京城。好，我这就去，把那贱人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连战连捷，扬我军威。北面新收复的青石堡一带民心初定，你与萧军师前去巡视，安顿流民，查看形势。末将领命。第7年了，北境的雪似乎1年比1年冷。将军，这仗还要打多久？小子，写家书呢？俺娘病了，新寄出去3个月，还没回音。我儿子今年该8岁了，走的时候他才这么高。媳妇儿说等我回去，孩子都不认得爹了。月光如雨，洒满大地。夜风飒飒，让活律明能够早日自破，此事需万分小心，绝不能留下任何指向我们的痕迹。沙卷枯叶绕思绪，愿天赐良机。10年，苦征战败举国心。10年，血雨腥风洗为神地。10年，胜败在此一举。多少回兵临城下，典韦举谕。多少回10万火急马不停蹄，多少回日前所居恶狼之息，多少回思念家乡泪湿嫁衣，何日是归期？何日能相聚？相聚，与家人朝朝夕夕。相聚，与亲人相偎相依。相聚，愿天堂的亲人能安息。何日是归期？何日能相聚？何日是归期？何日能相聚？是归期。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将军当得窝囊。将军，这仗必须结束，不是为了军功，是为了这些人能活着回家。柔然内部主和派只在积蓄力量，缺的只是一个契机。可这契机太难，玉教驴魔盾准备好了持久战的武器。
这场鏖战他不打算结束。只要一直打仗，他的部队就有存在的理由。柔然环境恶劣，蒙廷复杂，没有战争，莫顿就是无力。将军，明日我去北境村落安抚百姓，或可尝试说服柔然百姓。可是。军爷是魏朝的军爷。老张不必多礼，我们来看看大家可有什么难处，粮食可还够？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们只求有条活路。打了10年仗，我们死了多少人？天也荒了，牛羊也没了，老人孩子饿死的饿死，病死的病死。战争总会过去的，我们一定会让大家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安居乐业，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只是被气的难民。果然来了，我的好侄儿，还有那个北魏的将军，真是天赐良机。去告诉那些不满的族人，就说魏军要强征他们的子弟去修要塞，还要拆了村口供奉山神的老石堆，把火给我少旺些。你看到，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被习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不是一纸政令就能轻易抹去的。我知道，但总需要一步一步努力，边境才能安稳，这里的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谈何容易？有时候执着于这些，迎接你的可能是粉身碎骨。你不就是因为看到了粉身碎骨，不愿让那样的场景延续，才选择了魏朝？校尉，军师，不好了！重新河聚集了好多人，拿着锄头木棍围住了我们安顿流民的周鹏，说我们占了他们的土地，还侮辱了他们的神灵。滚出去！欢迎你们！大魏的官府没一个好东西。各位乡亲，冷静！我们此来是为赈济安抚，绝无强征劳役、毁坏祭祀之事，切莫听信谣言。骗人！亲眼看见他们的人拿着图纸在丈量土地。山神石堆那边也有当兵的转悠，他们就是想毁了我们祖祖辈辈的念想。大家听我说，我是北边草原长大的孩子，我理解你们的担忧，但请看看眼前，这些粮食是能救命的，这些士兵是来保护村子，不再被战火侵袭的。他们连上我们吃饱的锅都要砸了，跟他们拼了！把这些大魏人赶出去！铁阵，保护百姓，不许伤人，不能动手，大多是普通百姓。但他们现在被蒙蔽了眼睛，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住。现在情况稳不住，百姓针对的主要是士兵，我们先带人后撤，回军营想办法。看到了吗？这将军心软，传令下去，下一波让那些老弱妇孺走在前面。放下弓箭，那些不是敌人，是和我们父母姊妹一样的百姓。我们拿起刀枪，不是为了制造更多的苦难。保家卫国，守护的是生命与安宁。隔开刀兵，护住这些无辜的人，就是守护我们从军的意义。这场仗打太久了，北境需要和平，百姓需要和平。大将军，今日接连失利，伤亡增加，连敌人主力都未能重创。末将听闻，也因临阵对敌时多有顾忌，以致贻误战机。是啊，大将军，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岂能因敌挟持妇孺便束手束脚？如此下去，军心士气恐受影响。花木兰，花校尉，你有何话说？末将知罪，但说我军剑士只将被迫前驱的妇孺老人，又与柔然何异？今日杀一人，明日便是10人心。边境之长治，非仅凭刀兵可成。你所虑亦有道理，然为将者，你须懂得取舍，不可因小人而乱大谋。不明白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说来还要感谢花校尉。听说您最近用兵如神，爱民如子，宁可折损自家兄弟，也不愿伤了敌方驱赶来的几个贱民，真是菩萨心肠啊！
这领兵打仗，原来不是看谁杀敌多，而是看谁心肠软。照这么下去，咱们不如把刀枪都融了，改成绣花针，去跟柔然人比拼女红算了。各大将军要坐镇后方，你又不堪重用，我出来就是来代替你的。这可是战场，不需要你那些假仁假义。连番受挫，伤亡递增，敌军气焰更炽，此风不可长。花木兰，你前番多受掣肘，情有可原，但军法如山，战局如铁。你现在的位置，暂时由胡律明接任，你也该休息一段时间了。末将愿立军令状，10日内若不能肃清黑水河，收复失地，稳固粮道，末将愿受军法处置，绝无怨言。又立军令状，上次是剿匪，这次面对的可是混杂百姓的乱局，年轻气盛，只怕是骑虎难下，硬着头皮上。好，本将准你所请，需多少人马？末将只需本部500精锐，另请萧军师同行参谋。准，10日期限，自明日始，粮草器械按需配给。谢大将军。华校尉，打扰了。我们几个听说您又立了军令状，要去黑水河。是，诸位这是？我们想跟着去。我们知道黑水河那边的情况，好些聚在那里的不是什么天生的暴民，也都是些可怜人。他叫巴图，家就在黑水河上游，他最清楚那边哪些部族是被逼的，哪些头人是柔然的走狗。我可以去跟我的族人说，告诉他们别再被利用了。真正的仇人是那些夺走我们牛羊和子孙性命的柔然贵族。不妥，此去危险重重。我们谢您跟别的将军不一样，您心里装着老百姓，我们跟您去不是去杀人，是去把走错路的乡亲拉回来。好，明日卯时营门集结。就是那里，我以前的部落。乡亲们，是我巴图，我回来了。魏军没人了吗？害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来，还是个娘们似的。怎么是来给我们送粮食，还是送你自己呀？杀了这个大魏人，用他的血祭奠我们的神仙。住手！你是柔然人，你竟敢帮大魏人，叛徒！呸！忘了祖宗的懦夫，杀了他，和大魏人一起杀了！叛徒！看看这些，都是我为柔然付出的证明。可是我换来了什么？换来了家破人亡。我的儿子死在毫无意义的难情里，而你们现在却要听这种人的话，去为一个根本不把你们当人看的贵族卖命。北魏与柔然的战争，伤害最深的是像你们这样的普通百姓。我来不是要征服，是希望结束这种无谓的流血。朝廷已有新政，收复之地愿与诚心归附的部族共治。我们要的是边疆的和平与繁荣。别听他们胡说，大魏人最会骗人。打死我儿子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是柔然人？这位将军说的，至少给我们一条活路，我们受够了。你若愿降，按律处置，或可免死；若执迷不悟，兵不血刃，收复人心，稳固边防。花木兰此功非比寻常。花木兰，又是你！凭什么都让你占了？近20余年，因为你，我失去了一切。这个花木兰不只是能打仗，她懂得收买人心，懂得瓦解我们的根基。不除之，后患无穷。阿古拉，你是我最锋利的刀，我要你去北魏军营，接近他，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他永远消失。遵命，主人。他的头颅
将会是献给您的下一份礼物。为了柔然的胜利，花木兰必须死。柔然人，阿古拉，莫顿帐下百夫长。果然，他怎么办？扔回去。你二人要拿我大魏边防虚实为饵，引诱柔然出兵，这与通敌卖国有何区别？若败，魏境百姓皆是你二人殃劫的耻语。大将军，御酒驴莫顿助战激进，却因连年征战，也引起诸多贵族不满。这份情报，7分真，3分险，足以让莫顿急于立功而大举出兵。我会在后方确保莫顿伤及不到百姓。只要木兰可以闯进去，我们便可以与柔然王庭谈判。北境起码会和平一段时间。这场仗打得太久了。若胜，自是功过千秋；可若败，便是千古罪人。末将愿立军令状，此计若败，末将愿承担一切罪责，一生苦受北地，以命谢罪，绝不牵连大将军与军中弟兄。在下同立此状。谁会在乎你们的军令状？去吧，本将扛着。此事绝密，调兵遣将需一再谨慎。末将遵命。萧然，说说到底什么意思？还敢刺杀我？是不是你报信的？我萧然会做这种事？我一为了你能从柔然的刀下活下来，我连生我养我的可汗都不要。可你呢？你何时在意过我的处境？我不在意，我不在意，又如何会一把火烧了柔然大帐救你出来？你就是想从我手里拿到布防图给你说说，那布防图就在帐内桌上，给他！疯了！若柔然打来，北境百姓如何自处？花木兰，我沦落至此，全拜你所赐。你与萧然都会成为我的垫脚石的。你亲眼所见，树保守军减少，寻其路线外移。千真万确，大人，属下刺杀失败，但拿到布防图，确认过是真的才敢回报。换防确有空档，4是魏军的秘密屯粮点。天助我也！这份大礼，本帅收下了。刺杀失败，暂且不论你过。传令全军整会，明日兵分2路。这一场，我要北境12城。柔然异动。萧然，明招敌破关，再与你彻夜畅饮。好，我等花将军好消息。军帖卷卷，三副四言，不分男女，只论肝胆。风命如流，快马加鞭，明朝破敌关。一作战，征战，为换万家永团圆。突破敌情，终不还；突破敌情，终不还。但求此战，家国两全。破门，速战速决，入城中决大仗，以其辎重，乱其部署。离席，是为什么？让莫顿将军回。混蛋！纵虎阳光，后盾回来。是。北魏军粮，得此粮仓，再鏖战10年又有何妨？放箭！萧然，叛徒！玉秋吕纳然，用着柔然的弯刀伤害柔然的将士，威胁柔然的利益。你这样的魏奴，我也不必再留你性命了。柔然连年征战，部落凋零，草原枯黄，孩童不食牛羊，只食刀弓。您有多久没有回到草原？
看部落的蓝天白云了。你这样的懦夫，背弃祖先的狼崽子，杀了你，踏平北魏，一切都会有。叔父，你回头看看你的来路，再看看王庭的方向，你的老巢此刻恐怕已自顾不暇了。王庭已破，狼旗已倒，玉九驴莫顿中伏，败亡在即，强者不杀。立刻搜集重要文书，印信，带上俘虏的贵族，放火烧毁大帐，迅速回撤，接应萧军师。花木兰，回军，立刻回军王庭。木兰得手了，敌军已乱，追击，先锋下敌，勿使其重整。玉九驴莫顿，你的王庭已化为火海，前路已绝。石大人，花木兰，你我王庭，不要你们陪葬！就是现在，若我能手刃或擒获柔然主将，便是天大的功劳。不仅能洗刷前耻，或许还能重新赢得贺兰英的看重。随我冲，夺取首级，再得将军青睐，在此一举。花木兰、萧然，来入此擒杀此贼！玉九驴莫顿，你败了！你们大魏人内斗不休，死都死得这么难看。他死了。谁？胡律明。军医说没救过来。他本不必来。若此仗赢了，北京便会安定许久。他再难出头了。人心中的战场有时比眼前的更残酷。这一仗终于结束了。是啊，结束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早已无处可去。回柔然，还是柔然已无我容身之地，北魏也未必真能容我。那你要去哪？这条命是你从火场里抢回来的，从今往后，它归你了。柔然主力已溃，王庭被破，玉九吕莫顿被擒，柔然各部以前师请降，战大魏生矣。全军听令，即日起分批拨营，班师回朝，阵亡将士灵位一体护送回乡。有功将士，朝廷必有重赏。遵命。木兰，这是贺将军让我转交给你的。回朝后需呈报兵部的战功明细。终于要回去了。回去未必是结束，朝中不比军营，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是指狼家？狼武能在边关经营多年，朝中岂会无人？此番我们大胜而归，他必不甘心。你身份之事，始终是他手中最大的把柄。他还敢在朝堂上提？贺将军已知情，若他公然揭发，便是打贺将军的脸。他未必会明着来，但暗地里的动作不会少。你需早做打算。功成身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愿以此战为周北京永续干戈。望你部谨守诺言，莫再生战端。陛下驾到，百官觐见。招呼校尉花木兰，智勇兼备，忠义果敢，深入敌后，闻其粮草，擢升为镇北将军，正三品，紫金甲一副，玉带一条，黄金1000两，锦缎500匹。臣谢陛下隆恩。
此战之功，实乃将士用命。上下离心，臣不敢独领。爱卿过谦了。陛下，北境初定，安抚柔然各部，处理战后事宜，需得力之人。臣举荐新任鸿胪寺少卿郎武郎大人。郎大人熟知边情，曾在北地多年，定能胜任。臣必尽心竭力，安抚边民，国负圣恩。准奏。一切皆如萧然所言，徐公，宰相徐知，郎家果然攀上了高枝，此地不宜久留。太后娘娘有旨，宣鸿胪寺少卿郎武之女郎小小上殿觐见。小小叩见陛下、太后娘娘，愿陛下、娘娘万福金安。花将军年少英雄，为国征战，至今孑然一身。郎家女儿温婉淑德，今日哀家便做个主，将郎小小赐婚于镇北将军花木兰，即日完婚，已成佳话。这婚姻女子，陛下、太后娘娘厚爱，臣感激涕零。然臣一介武夫，常年戍边，刀头舔血，实非良配，恐误了郎小姐终身。且国事初定，北境仍需经营，臣愿请命再赴边关，暂无心家事，恳请陛下娘娘收回成命。哦，花将军不愿吗？不敢。成家立业，人之大伦，你为国尽忠，朝廷岂能不体恤功臣？哀家心意已决，皇帝以为如何？母后所言甚是，花爱卿不必推辞，此事便如此定了，则即日完婚。臣领旨谢恩。小小妹妹，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才来京城半年，就得遇如此郎君，三生有幸呀！那贱人，她凭什么？少安勿躁，棋子已落，静观其变。小巧如今是太后养女，这步棋我们走得对。多谢徐公提携，小女得蒙太后青眼，我郎家上下感激不尽。小小那孩子乖巧，太后喜欢是她的造化。你们郎家如今也算半个皇亲了。那花木兰，花木兰是太后亲口赐婚的驸马，陛下也点了头。你们与她旧日恩怨，该放则放。徐公明鉴，非是下官揪住就远不放，实是此女身份有假，恐是朝廷心腹大患。哦，下官已查明，花木兰并非男儿身。她本是边关军户花狐之女，为替父从军，女扮男装，欺瞒朝廷至今，此乃灭门弃军之重。此事当真？可有实证？花狐尚在边关老家，其妻其子俱在，一查便知。且军中应也有人察觉端倪。此事暂且按下。徐公，此时不除他，待他成了驸马，权势更上，再动就难了。除了他，然后呢？太后赐婚，大婚在即，新郎暴毙或失踪，朝廷颜面何存？太后威仪何在？花木兰战功赫赫，军心所向，此刻揭发，若贺兰英等人力保，边军齐心护他，谁的脸上都不好看。况且他如今不是要成你女婿了吗？徐公的意思是，一个手握兵权、深得军心民望的驸马，若能为己所用，岂不比一具尸体有用得多？关键在于他是否听话。可我小小又该如何？下官明白了。将军，真是英雄气概，连走路都这般威武。边关风沙大，血雨腥风，不比京城繁花似锦。郎小姐金枝玉叶，还是莫要沾染这些为好。我不怕，将军守护的江山便是最美的风景，能嫁与将军是小小几世修来的福分。将军可是嫌小小笨拙，小小可以学，只求将军莫要嫌弃。我还有军务，告辞。你越是这样，我越是非你不可。木兰，不能再等了，郎家父子蛇蝎心肠，赐婚更是将你置于险境，一旦成婚，便是灭顶之灾。
我知道，但生命难违，如何能逃？跟我走，天涯海角总有容身之处。萧然，我不能走，一走了之。我花家怎么办？便管那些跟随我出生入死的将士如何看待我这个临阵脱逃的将军？那留下就是死路，郎家父子绝不会放过你。总有办法，或许我能说服太后，说服陛下。你觉得可能吗？爹，真要如此？万一没有万一，他既不肯就范，便只有彻底毁掉。趁大婚未成，将此事捅破，我们尚可撇清，甚至以揭发有功，再夺圣心。花木兰确是帅才，北境数年，深得军心，战功卓著。贺兰英虽稳，然年事渐高，北境终究需少壮栋梁。木兰年轻果敢，假以时日，可执掌北军。母后所见与朕同，此子忠勇可嘉，对出身寒微是不二之选。郎武，陛下宣你觐见。爹，陛下竟要扶那花木兰上位，接替贺兰英，那我们之前谋划的告发，告发？现在告发，不过是扳倒一个有功无过的将军，与我们有何好处？可她是女子，这是欺君。欺君？陛下太后方才那番话，像是要治他罪的样子吗？他们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军功、军心，此时揭穿，只会让皇家难堪。我们亦落个构陷功臣之名。既然皇家要用他，我们为何不用？一个即将执掌北境兵权的实权将军，若是我们郎家的女婿，这可比弄死他有用得多。爹的意思是拉他入伙？这步棋若走成，我郎家便是真正的权倾朝野。郎小姐，木兰有一事相告。此事关乎你终身，也关乎郎家存亡。将军请讲。我并非男子，而是女子，为替父从军，欺瞒天下至今。你说什么？不可能！你是真北将军，你打了那么多胜仗，你怎么会是女子？这太荒唐了！军功战绩皆为真实，这桩婚事是错，但我今日坦白，并非只为退婚。你可知你父兄借运粮之名向北境走私军械，甚至暗中资敌？不可能！父亲他……这是我从粮仓暗阁中踏下的账目，上面有你父兄的画押。他们运往北境的不只是煤粮，还有弩箭。他们竟敢！徐直是你家靠山，但若东窗事发，徐直第一个舍弃的便是郎家。届时你便是罪臣之女，一生尽毁。我该怎么办？帮我，若能找到他与郎家勾结，甚至通敌的证据，你便是戴罪立功，或可自保。父亲和兄长已走得太远，我虽为女子，一直家国大义。将军，我帮你。谢谢你，小小。我岂能为一己之私，让你一生守活寡？之后，我必向陛下陈情，还你自由之身。我不在乎你是男是女，你是英雄，是救了北京无数百姓的将军。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不是性别。将军、夫人、郎老爷和大少爷来了，说是有要事相商。贤婿，洞房也可好？我忘了，你是女子，洞房不了的。你们既已知晓，为何不早告知我？还要促成这荒谬婚事？揭发那多不去，一个死了的将军，哪有活着有用的女婿来的有价值？陛下太后对你期许甚高，你若聪明，该知道跟着我郎家还是你的青云之路。若我不愿呢？不愿？那你花胡夫妇年迈体弱，住在边关那不太平之地，万一哪天不幸亡故，岂不令人痛惜？还有贺将军识人不明，包庇重犯。
这罪名。你若听话，荣华富贵权倾朝野，指日可待；若不听话，好。哼哼，指使我这位俊杰，小小，好好照顾将军。今夜之事出了这个门，从未发生。我长这么大，吃的穿的，居然就是这些民脂民膏。小小，后会无用，往前走。臣要弹劾鸿胪寺少卿狼武、棋子、狼人，力破外国，走私军械，贪墨灾款，荼毒百姓，抢占田产，草菅人命，罪证在此，请陛下明察。花木兰，你血口喷人，分明是你嫉恨我狼家，构陷忠良。呈上来。郎卿，你有何话说？陛下，臣有罪，但臣要揭发花木兰更大的罪过，根本不是什么将军，她是女子，女扮男装，欺君罔上，混入军营整整12年，此乃动摇国本、搅乱纲常之第一大罪，她才是最大的骗子。贺兰英包庇于他，同属欺君。花木兰，狼武所言可是事实？是，臣花木兰，本是女子，代夫从军，欺瞒圣听，确是死罪，臣罪该万死，无悔伏法。但狼家之罪，铁证如山，祸国殃民，请陛下勿因臣之罪而轻纵国贼。花木兰，你可知欺君之罪当如何论处？该当死罪。此事体大，左相去查清楚先。欺君之罪，陛下，花木兰虽犯欺君，然其情可悯，其功可拟。木兰之才，百年罕遇，北境初定，柔然虽降，其心未复，不斩此栋梁，无意自毁长城。法不容情，若因军功，便可赦欺君大罪，置国法纲常于何地？朕意已决，花木兰之罪一律论处。退下。这地里的冷气，竟比塞外的风雪还要扎人。木兰，你如何进来天牢的？不要命了吗？狼武父子已在御前反咬，须知似乎也准备弃居保帅。贺将军已联合几位老臣，准备明日早朝联名上奏，要求彻查北境军需案，矛头直指须知。不够，须知教化必有后手。小小那边呢？其中提到北境兵权，关乎大计，更有暗示与柔然某些部落互利之语。这便是了。须知要的不是钱，是权，甚至是你同外国，借柔然之力掌控北境，再图更大野心。你打算如何？当今朝堂，陛下最忌惮的就是以须知为首的世家不断作恶分权，把刀子递给陛下。你的意思是让陛下去查，我们暗中引导？唯有如此，才能将须知一党连根拔起。好，我明白。领子好牢去，仔细巡查。有些人仗着几场军功，就忘了自己姓氏，忘了这天下是谁说了算。镇北将军，还不是我狼家一句话，就叫他下了大狱，万劫不复。狼公子说的极是，那花木兰不过一介武夫，侥幸立了些功劳，就敢与狼公作对，简直不自量力。什么忠君爱国，什么清正廉明，都是狗屁。权和钱才是硬道理。当地老儿的眼睛现在死死盯在欺君的案子上，这是我们的机会。老爷，北境赈灾营已按照您的吩咐扣下，分3路，有信得过的人押往钱庄。做得干净。账目呢？已按老规矩做好，天衣无缝。只是灾民那边饿死的人多了些，恐有民怨。民怨，蝼蚁之怒，何足挂齿。是。
区区真是该死！他治下的地区恶殍遍野，灾荒不断，居然从未上报，甚至每年交收税收依旧高得惊人，其贪了多少？按照诸公之意，动用军中人脉快马，放出了消息，各州各地都已经传开。只要陛下去查，这些皆会成为上听。你去见了木兰，他是何意？木兰让我们放手去做，将一切告知陛下，让萧晓再无翻身的可能。可这样一来，必会被徐之党羽咬死。平白牺牲了这样一位英勇的巾帼将军，从小人撤走，这里暴露了，走，快走！快走！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嚣张，直接入宫。陛下，有了张御史送来的这些证据，我们的证据齐了。传旨，明日早朝召集群臣，宣花木兰上殿。是。那郎家父子一并请来，朕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这脓疮彻底挤干净。郎爱卿，你先揭发花将军欺君，忠心可嘉。朕近日详查，又发现一些有趣之事，想请爱卿参详。北境汉皇并发，朝廷拨发赈灾银80万两，粮食5万担。经查，时任云州仓曹使现鸿胪寺少卿郎勾结州府官吏，虚报灾民数目，以砂石煤米充作赈粮，生者育儿卖女，实是九空。陛下，臣冤枉，这定是有人构陷，是花木兰，她怀恨在心，伪造证据。构陷？这上面有你亲笔批文，有你心腹画押，有银钱往来印记，有你郎家密库的图纸。老五，你还有何话可说？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都是须知的主意。就算我郎家有罪，他花木兰女扮男装欺君罔上，也是死罪。花木兰，你有何话说？臣认罪，欺君之罪，罪无可赦。罪女花木兰欺瞒圣听，罪该万死，不求宽宥，只求陛下莫因罪女一人而纵容郎家这等国之蛀虫继续为祸。你可知，朕与太后早已知你身份，是贺兰英，他早已上书说明了你的事，替父从军，为国戍边。居然，陛下莫要怪罪贺将军。朕可以放了他，但朕有要求，继续做一段时间的罪臣，让徐之觉得朕没有动他的心思。郎家已除，北境尚需安稳。朕欲加封你为骠骑大将军，总督北境诸军事，你可愿意？陛下隆恩，臣感激涕零。臣女扮男装，初中仅为代父尽责，守护边关。如今战事已息，奸佞已除，斗胆恳请陛下准臣卸甲归田，还乡奉养父母。归田？木兰，你是将才，北境需要你，朝廷也需要你，你莫非还在怨朕让你涉险？臣终究是女子。若再立于朝堂，掌兵于外，空惹非议，令陛下为难。臣只愿回归平凡，了此余生。朕能赦你，亦能让你再受那牢狱之苦。陛下，臣愿以余生换父母安宁。若他日国真有难，烽烟再起，只要陛下征召，必当效死。但请陛下允臣此刻做一个平凡的女儿。罢了。强留无益，反天怨怼，这是朕的亲笔敕令，赦免你一切罪责，准许你以花木兰之名光明正大还乡。这金牌可保你一路平安，无人干扰。臣民女花木兰，谢陛下天恩。去吧，莫要再让朕失望。朕要走了，回家了。萧然，你也该回家了。我的家在哪里？这世上没什么容我的地方，只有你算是归宿。萧然，你的族人、你的草原、你的责任都在那里。去结束你的执念，也是你的路。萧然，回柔然去，让你的族人不再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战争和离别。好，木兰，我回去，我会让草原开满你所说的和平的花。是木兰，木兰回来了！真是木兰丫头！哎呦，这真是巾帼英雄回来了！
阿爷，阿娘，不孝女木兰回来了！我的儿啊，真是我的木兰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啊！起来，鬼什么鬼？我花狐的女儿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爹为你骄傲。开我东阁门，错我西阁窗，脱我战士袍，着我旧时裳。当窗里云鬓，对镜贴花黄。替父从军的姑娘变了模样，手上条条旧伤，记下了风雨沧桑，肩上道道伤疤，刻下了生生死死的过往。终于回到了家乡，如愿以偿，终于见到了爷娘，如愿以偿，终于可以平平安安睡到天亮，如愿以偿。老陈，就是这家，俺记得门边这棵枣树。俺找花木兰将军。将军，您真是花将军。牛校尉，陈参军，别来无恙。俺就说，当年就觉得吴长你皮肤忒白，力气有时不软，但心眼比谁都细。原来真是姑娘，所以您从不与我们同意。您这12年太苦了。为了百姓生活安宁，再苦也值。可那些仗，黑风寨、鹰嘴峡、火烧柔然粮草，都是您打的。一个女人咋能这么厉害？开饭了！要是900汉人，可就残就了，别能来到这山上。她是木兰姑娘，还是面冠五角，随想飞翔，可望她不一样。无论看或淡，伙伴结金芒，金芒结金芒，伙伴结金芒，同心12年，不知木兰是女儿，女儿，胸脯脚不说，字不言别离，相互往前走。双兔兔傍地走，安能辨我师兄此死？这个料子你喜欢吗？累不累？咱回家。